我明明福星天湖开局，却被众人疯狂嘲笑。原来这个金铲求生空间，每个人只有一条命，战败即要嗝屁。即便如此，我也丝毫不慌。只因耳边传来了福星系统的声音：“叮，您的金手指已到账，请注意查收。”整理了下脑海里的信息，回想起上一秒我在现实中福星13连败准备收盘，下秒就被拉到了这金铲求生空间，我不免怒上心头。正当我要化身祖安老哥出口成脏之时，系统声又响了起来：“叮，检测到宿主雾气太重，给予宿主绑定福星系统，福星羁绊可增加1个变异或者1个彩色。仅需3个口头表情，系统包邮寄到家。”听到这，我握紧的拳头又渐渐放了下来。不听就玩福星。身为福星老玩家，我立马发出3个狗头，奖励到账。顿时眼前出现了3个棱台海克斯。此刻我的选择困难症又犯了。对冲基金获得25金币，并且玩家的最大利息提升至10。生日礼物，每升1级玩家就能获得一个2星级的棋子，其费用是玩家的等级减4，最小为1费棋子。珍藏财宝，接下来的5天，包括当天在开始时都会获得一件随机基础装备。至此我明白这个空间1天等于游戏的1个回合。珍藏财宝能连续5天给基础装备，生日礼物后期能给2星5费棋子，对冲基金给海量经济更是能让我早早满级。棱彩海克斯每个提升都很大，可惜不能看广告选择我都要。犹豫了2秒半后，我最终挥手拿下了对冲基金。毕竟根据之前得到的求生规则，每个人每天都只会发放10金币，而每10金币每天都有1金币的利息，利息上限最大为5。但是有了对冲基金的话，我不仅起步比别人多25金币，而且利息上限还多出5金币，开局和发育都可谓遥遥领先。拿下对冲基金后，我立刻将塔姆的棋子兵营放置在基点，然后又花了5个金币购买5只塔姆。在这个求生空间，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基点，购买的棋子会以兵营形式出现，而每个兵营最多可以容纳5个棋子，一个兵营5金币，一个棋子1金币。上场棋子数量不再局限于土地，如果没有对冲基金，当天的10个金币就会刚好用到。但现在我不仅建完兵营买完兵，还有利息可以吃，简直美滋滋。就在我看着从兵营中走出的5只塔姆时，之前宣布求生规则的声音再次响起：由于今天是10次降临，开启狂欢之日，基地外将出现不会攻击的东西，击杀将会100%掉落白色。听完公告，我心里大喜，说不定干掉河蟹能到金币，与对冲基金联动起来，能更早吃上10块钱利息。至此，我立马带着5只塔姆一扭一扭地杀向基地外。在这个空间，所有物资都只能靠击杀野怪掉落，100%掉落的河蟹可不能错过。然而我在附近森林找了一圈都没发现河蟹，反而是遇见了3只提着木棒的哥布林。没有犹豫，我指挥着塔姆立马攻了上去。在5个塔姆的射手下，其中一头哥布林被活活填死，哥布林毫不示弱，疯狂还击。而塔姆被攻击的时候，身上则浮现出伤害减免的字样，而正是塔姆的技能后实表图能够减少15点伤害。等到其他2只哥布林都倒在地上时，塔姆也只掉了1点血。虽然塔姆防御不错，但是见到这一幕我却高兴不起来。不是这掉落率让我担心，而是召唤出来的棋子不会自动回血，因此接下来的战斗必须更谨慎才行。2个半小时后，我带着5只塔姆舔了近50头哥布林，总共掉落了5个白色法球和1个蓝色法球。可现在我却疑惑起来，100%掉落的河蟹们怎么一个也没遇到？这新手福利也太难搞了吧！直到我来到一条河边，看到了5只半人高的大河蟹趴在河里。我顿时嘴角一抽，河蟹真就只在河边。见此，我指挥着只剩下半血的塔姆们朝着那几只晒太阳的河蟹们冲去。很快，在5个又长又粗又有劲的水中，这群河蟹被舔得倒地不起，口中滋滋冒泡，而从它们身上则掉落出了5个白色法球。果然100%掉落率就是香，只是可惜的是，这些大河蟹的躯体被击杀之后就消失了。看来这个空间的物资不能靠采集，直接断绝了我想来炖螃蟹大餐的想法。就这样，我一边留下标记，一边顺着河流一路狩猎河蟹，看着塔姆们无情舔河蟹，我无聊地点开了聊天界面，想看看其他人的情况。这也是求生空间玩家们的福利，可以利用聊天频道进行交流和交易。刚点开聊天界面，999条的信息顿时刷爆了屏幕。有没有大佬知道河蟹的位置？跪求1碗鱼香肉丝盖饭换河蟹位置。有知道的大佬私聊，本人貌美如花，要是有人告诉我河蟹位置，等下给我发照片。看着聊天群中玩家的对话，我却没有圣母心泛滥将河蟹的位置告诉他人的想法。毕竟之前求生规则就10天新手保护期一补，玩家之间是可以互相攻击的。虽然可以同盟，但是人心叵测，我还是先闷声发大财。于是我关掉聊天窗准备撤。等到我再次来到基地，我的物品栏中已经有了不少战利品法球，其中23头河蟹爆出了23颗白色法球，而被我击杀的100多只哥布林则掉落了7颗白色法球和2颗蓝色法球。这掉落概率也太低了，就是不知道第2天会不会自动给2点经验升到2点。如果不行，那就只能用金币升了，到时候凑个福星羁绊，来个战争财宝直接起。我一边想着一边开启了10连抽。等到开完法球后，我身边已经多了一堆物资，除了华莱士炸鸡套餐这类食物和床垫被子这些生活用品外，蓝色法球还爆出了2个散件，一个锁子甲和一个暴击拳套。可惜没有金铲铲或者金锅锅，不然就能合成福星转职，再拿一个棱彩海克斯，岂不爽的飞起。等到把所有物资检查好后，我手里又多了一个人形等身玩偶，而且还是穿着护士服的明星同款。我直接一个震惊尼玛1整年，这不免让我想起网上的一个问题：流落到荒岛求生，你会选择哪3样人或物品来帮助你？其中一项就有美丽护士，对此我自然是嗤之以鼻。
敌。于是我立刻点开聊天界面，发布了人形等身玩偶换取物资的需求，而且还附带了一张实拍特写。由于今天是狂欢日，玩家们肯定不缺物质上的需求，但这种精神上的需求肯定能够换好东西。看图一出，立马在聊天群中炸开了锅。哥们，你这个玩偶宝心吗？兄弟，我拿 KFC 全家桶和你换行不？你一个全家桶就想换，看不起谁呢？我用3个脱锁冰银碎片换，我用1件矿泉水换。兄弟，别逼我跪下来求你！就在群里叽叽喳喳吵个不停的时候，一道声音传来：都别吵了，我用金铲铲换。我明明福星天胡开局，却被众人疯狂嘲笑。原来这个金铲求生空间每个人只有一条命，战败即要嗝屁。即便如此，我也丝毫不慌，只因耳边传来了福星系统的声音：叮，您的金手指已到账，请注意查收。都别吵了，我用金铲铲换。金铲铲，我完全没想到竟然有人会把金铲铲拿出来交换，看来对方果然是真爱粉无疑。在求生空间，每一集都可放出5个冰银，这就导致了无论是转制文章还是冠冕都没有太大作用。但是对我而言，这就是宝贝啊！毕竟一个金铲铲加一个全套就能合成福星者，相当于白嫖了一个冷彩海克斯。于是我直接添加对方好友，和对方完成了交易。合成福星文章后，我立马点开了购买冰银界面。今天刷新的冰银都还在，剩下的4个冰银分别是盖伦、亚索、内瑟斯和孙悟空。仅仅犹豫了2秒半，我就把手伸向了亚索，因为亚索自带2个羁绊，分别是浪人和决斗宗师。浪人羁绊在战斗环节开始时将生成相当于其50%最大生命值的负担，决斗宗师羁绊则是获得额外移动速度攻击，还会提供攻击速度至多10层。如今我拥有5个塔姆作为前排，再拿能扛能打的亚索过渡，简直完美。不过我买下冰银后没有立马购买妻子，如今我还剩20个金币，明天刚刚好能吃2金币利息。现在已经到了晚上，安心睡觉，明天再等。一夜过后，冰银界面再次刷新，而我只是飞快的扫视了一眼，就没有了兴趣。没有天选福星塔姆，其他冰银对我毫无意义。而且新的一天求生空间又给了10金币，加上昨天的20金币和利息，我手里已经有32个金币。可看着满满的32金币，我却皱紧了眉头。我发现基地不仅没有因为时间获取经验，而且1级升到2级居然需要10个金币，也就是说，想要高费起花费的金币数量远远高于现实游戏。不过我很快又高兴起来，毕竟我有对冲基金的海克斯，金币获取速度要远高于其他玩家。想到即将抽取新的冷彩海克斯，我当即拿出1金币买了一个亚索，再顺手给他佩戴上了福星转职文章。下一秒，3个冷彩海克斯选择界面再次出现，恭喜宿主福星羁绊加1，抽取新的冷彩海克斯。而我看到3个冷彩海克斯的瞬间就瞪大了双眼，这该不会是在拿阳寿掉狼吧？战争财宝，敌人在被击杀时有40%的几率掉落战利品，升级了，在你购买经验的时候获得额外3点经验值，并且立即获得18点经验。冷彩门票，每当你经营商店刷新时，你都有45%的几率额外获得1次免费刷新。纠结了2秒半后，我最终还是拿下了战争财宝。虽然其他2个都很诱人，但这里是靠掉落获取所有物资的求生空间，爆率才是王道。可就在我打开基地准备杀怪掉宝时，却突然发现门口不仅守着3只哥布林，而且还有2只白色的猫妖。顿时我就关好大门，又从亚索的兵营叫出了4个快乐疯人。本来想着多吃1金币的利息，现在看来是没戏。这个求生空间丝毫不给玩家搞个大河，我指挥着5个塔姆冲在最前面，后面5个锁子哥因为要吃浪人羁绊，我让他们隔开一个身位后触发护盾站在第2排。尽管猫妖的伤害比哥布林高很多，但在2倍人数的差距下，3个哥布林和2头猫妖根本不够看。再一顿哈撒给中化为了法球，捡起2个白色法球和1个蓝色法球，我的心情才美丽起来。不愧是战争财宝3，这掉落率可比昨天强太多。就这样，在战争财宝3的作用下，我的塔姆哥和锁子哥一路红推，在干掉了将近100个怪之后，我包裹里的法球数量来到了恐怖的50个，其中更是有10个蓝色法球。看着满满一包的法球，我感觉就像是以前做梦捡钱一样，路边全是金子，自己一路捡过去，还没有人跟自己抢。不知不觉过了一上午，看着基本都已经只剩半血的塔姆和亚索，我当即掉头朝着基地走过去。一路上我一边往回狩猎，一边开启了法球。虽然没有人品爆发开出金铲铲之类，但还是开出了4件装备和一堆增益卷轴和恢复卷轴，其中还有一堆冰银碎片。光是塔姆冰银碎片就足足有8块，只要再有2块就能够合成新的塔姆冰银，相当于足足5个金币了。想到这里，再次点开了聊天界面，想交换点塔姆碎片。有没有兄弟姐妹需要兑换冰银碎片？我现在有不少冰银碎片，一个碎片兑换一个塔姆碎片。要是有锁子哥的冰银碎片也可以，我将不用的18个其他冰银碎片全都发到了聊天界面。你小子该不会想要玩福星吧？依然是被人一顿嘲讽还玩福星。一条私聊信息突然闪烁起来，兄弟，你该不会真的在玩福星吧？正是昨天和你交换金铲铲的大冤种。不等我回答，大冤种已经又发了一条信息过来。福星虽然连胜也有奖励，可奖励微乎其微，而且没有额外的属性加成，你可千万别玩福星，知道吧？见此我也是内心一暖，但并没有过多的解释。不是所有人都绑定了超级福星系统，能抽冷彩海克斯。正因为求生空间狗都不玩福星，因此塔姆碎片非常容易从其他人手里获得。很快我就将冰银碎片交换了出去，然后获得了15个塔姆的冰银碎片。可就在我准备回到基地合成时，却突然看到前方出现了一只巨大的哥布林。这家伙不仅身形巨大，手中更是拿着一根带刺的狼牙棒，一看就很能打的样子。当然我可没傻傻的冲上去，而是远远的避开，朝着基地赶去。当务之急是把塔姆冰银先升到2星，到时候再回来解决它才更保险。可当我回到基地才发现，要合成2星冰银，需要先升级到2级基地。想到那只巨型哥布林可能掉落好东西，我当即花了10个金币升级基地。就在我升级基地的同一时间，天空传来一声炸响，恭喜呱呱，你会使用基地升级。
额外奖励金币加5。玩家们听完都沸腾了，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起来。不少人先是震惊和羡慕，但反应过来后，好些人都嘲讽起来。毕竟在他们看来，先报物资提升棋子实力才是重点。10金币足以买5个棋子，能够在今天拿到不少钓鱼。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拥有对冲基金比他们多出了25金币。他们所需要担忧的事情，在我这里根本不存在。自己金币现在变成了23，明天又能够吃到2金币的利息，我的嘴角再也压不住扬了起来。挂币的快乐你们想象不到。第一，检测到玩家基地达到2级，同时拥有3个1星塔姆兵营，是否升级到2星塔姆兵营？伴随着一道金光闪烁，你身前的塔姆兵营顿时开始变化。紧接着，天空再次传来一声炸响，玩家呱呱成为首个将兵营升级的玩家，所有兵营将额外增加1个棋子位置。伴随着全空间通报响起，原本逐渐安静的聊天界面再次沸腾起来。尼玛，这家伙运气这么好，这小子难不成真的要玩福星？都求生空间了，玩福星不是自爆吗？本来众人都是羡慕嫉妒恨的神色，可看到我升级的是2星塔姆兵营，顿时玩家们都平衡了。塔姆那没事了，在这个无法连败的金铲空间，福星就是最废物的基板。然而我对此压根就不在意，而是惊喜的看向了我的塔姆，因为就在塔姆兵营升级到2星之后，这些塔姆不仅都直接升到2星，甚至原本只剩下了1/3血的塔姆，竟然在升到2星的时候直接回满血。于是我带着塔姆和索子哥3出家门，看着还在原地转悠的巨型哥布林，我大手一挥，都给我上！我明明福星天胡开局，却被众人疯狂嘲笑。原来这个金铲求生空间每个人只有1条命，战败即要得屁。即便如此，我也丝毫不慌，只因耳边传来了福星系统的声音：叮，您的金手指已到场，请注意查收，都给我上！狠狠地舔死这个家伙。当塔姆和亚索朝着巨型哥布林冲去时，巨型哥布林也挥舞起狼牙棒攻向塔姆，仅仅只是一下攻击就直接打掉了塔姆80点血。要知道2星塔姆的基础血量是1170，而且防御和减免伤害都得到了巨大提升。这巨型哥布林的伤害确实有些高，一下就打掉了塔姆近1/10的血量。而5个塔姆同时舔向哥布林首领的时候，居然才打出了30左右的伤害。一旁的5个亚索也好不到哪里去，也仅仅只是打出了50点的伤害。这头巨型哥布林头上的血条都没带走，这一幕让我顿时也瞪大了双眼。这巨型哥布林的血量和抗性也太夸张了。看着还在挨打的塔姆和亚索，我不再犹豫，掏出了爆出来的装备：暴风大剑、负极斗篷、锁子甲、反曲之弓。接着我大手一挥，合成了2件极品装备。此刻2件装备漂浮在你眼前：汲取剑，增加15%双攻和20魔抗，还有20%吸血，能在血量少的时候套个护盾；泰坦的坚决，增加攻击速度10%护甲加20，攻击或挨打的时候能叠加双攻，最高叠加25层并增加双抗，次日层数归0。接着我顺手把汲取剑给了带福星文章的亚索，由于福星文章附带了20%的暴击几率，和汲取剑配合不仅能打出更高伤害，加上汲取剑自带的吸血效果，让这个亚索更能打也更能抗。至于泰坦的坚决，我直接选了一个血量最高的塔姆，让他装备好后作为坦克吸收伤害。尽管我不断使用增益卷轴和回复卷轴来提升塔姆和亚索的战斗力，但是也足足过了2分半。亚索飞身上前一招狂风绝息，面对疾风吧！我总算干掉了这只巨型哥布林，虽然亏损了不少物资，有点肉疼，但是当我看着巨型哥布林身上飘起的法球，顿时牛逼2个字就从你嘴里脱口而出。除了一蓝一白的法球外，竟然还有一个金色的法球。可还没等我捡起法球，天空又是传来一声巨响，全场通报闪亮登场，恭喜玩家呱呱手杀掉怪物手。所有棋子持久获得攻击力10%。伴随着这道提示响起，所有人都不淡定。同一天，同一个人连续获得3道全服公告。刚刚冷静下来的聊天界面再次疯狂刷屏。王德发，怎么又是这家伙？棋子增加10%的攻击力，这岂不是相当于人手一个暴风大剑？不对啊，这家伙不是玩的福星塔姆啊，总不可能 BOSS 是被塔姆活活舔死的。谁说舔狗一无所有？这舔的简直是应有尽有啊！相比炸开锅的聊天界面，我现在却有点淡淡的忧伤，因为就在刚刚，我已经打开了金色法球。一阵金光闪过，金色法球里竟然是15个金币，虽然谈不上差，但是和我预期的金铲铲和金锅锅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看着手里的38个金币，我顿时觉得索然无味。哎，穷的只剩金币了，既然不是欧皇，那只能做干爹。于是我带着索子哥和塔姆再次出发，遇到哥布林一家那边一个都不能放过，一家人必须整整齐齐。遇到单独一只猫妖，好家伙，作为正直的21世纪4好青年，必须单挑。索子哥、塔姆，你们10个一起上。经过一下午的扫荡，我的物品栏再次充盈起来，36个白色法球和6个蓝色法球。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回到基地后，我拿出一瓶康帅博矿泉水，把手心手背来回洗了一遍，才开始10连抽法球。煤气罐、方便面、火腿肠、纸牌、五子棋。2分半后，我生无可恋的点开聊天界面，有没有兄弟爆出金铲铲和金锅锅的？价格和物资都好商量。而我只是发了一句话，没想到立刻就让聊天界面开始了疯狂刷屏。狗贼，你终于舍得冒泡，大佬能不能给个好友位？等新手保护期一过，我就过来投靠。我36亿，只要大佬愿意让我抱大腿，我什么要求都能够答应。对于这些想白嫖的，我都当作没看见。现在看起来对我掏心掏肺，但是10天新手保护期
期一结束，大家只不准就真来掏心掏肺，因此我只加了那个36亿。刚才大冤种也给我发来的信息，只是看了一眼对方的消息就愣住了。大佬要是遇到了能够带我，你需要什么羁绊我就玩什么羁绊，大佬需要什么物资我都优先交易给大佬。对方短短2分半，居然连续发了99条消息，这家伙居然比塔姆都会挑。仅考虑了2秒半，我便询问起对方玩的阵容。如果以后组队能够增加羁绊数量，那这个求生游戏可就有太多玩法。大佬，我玩的猩红之月，因为猩红之月能够召唤暴君加里奥，虽然基地要3级才能获得2级猩红之月棋子，但后期带来的加成在我看来是无比。看着对方发来的信息，我却愣住了。一方面是猩红之月确实厉害，凑齐10羁绊的猩红之月简直能暴揍95阵容，甚至面对一些3星5费也能有一战之力。另一方面是想要凑齐10猩红之月，必须要一个猩红之月文章才行。可之前对方却交易给了自己一个金铲铲，对方难道不知道？看对方的阵容规划，肯定不能啊。面对我的疑惑，他也没法。其实我报了2个金铲铲，早就凑齐了3星红之月。要不是这里救我自己实在太近了，我肯定不会跟你换玩偶的。大佬该坦白的我都坦白了，你要是还有什么疑惑我都告诉你，我是真的想和你联盟。看着还比较诚恳的大冤种，我也还算满意。这家伙才是真正的阳寿玩家，锤个哥布林都能爆金色法球，以后如果组队光带着当吉祥物也行了。想到自己这种飞球一个金色法球只开出了10多金币，简直是越想越气。于是我把目光看向了外面一双猩红眼睛。刚刚聊天界面就有人说了，今晚外面的怪物又变强了，不过相对的是掉落物也更好。有人弄死了一只猫妖，竟然爆出了金色法球，还开出了盛装锻造器。想到如果再爆出一个金色法球，开出金铲铲的话，不但能够多抽取1次彩色海克斯，还能够凑齐3福星。我当即咬牙拍腿道：干了兄弟们！毕竟凑齐3福星，第2天能够获得1到2个金币奖励。当即你就点开兵营购买界面，现在自己38金币，先用5个金币直接拿下菲奥娜的兵营，再花3个金币招募3个剑姬，剩下的30金币留着明天吃3金币的利息。由于剑姬也属于决斗宗师，和亚索搭配后刚好可以获得羁绊，每次攻击可以增加12%的攻速，再配合汲取剑的效果，亚索的输出和生存将得到显著的提升。将增益卷轴和回复卷轴都使用后，我才率领5个塔姆、5个亚索和3个剑姬走出基地。结果我让塔姆刚迈出基地就遭遇了伏击，我明明福星天胡开局，却被众人疯狂嘲笑。原来这个金铲求生空间每个人只有1条命，战败即要得屁。即便如此，我也丝毫不慌，只因耳边传来了福星系统的声音：叮，您的金手指已到账，请注意查收。3只黑暗猫妖挥舞着爪子就扑了过来。当他们攻击到塔姆的瞬间，塔姆身上就冒出了60的伤害。我顿时惊得化身寒力退至众人身后，接着大手一挥，兄弟们给我上！锁子哥一马当先发动攻击，一刀砍出了80多的伤害。虽然这伤害并不算多，可决斗宗师的羁绊加成之下，他每次攻击都能够叠加攻速，越打越快。仅过去2分半，叠满攻速，被动的亚索配合众人把3只猫妖打得大惨。就在这时，猫妖们居然同时发动了冰刺反击。当他们举起爪子释放疯狂乱抓技能的时候，就连装备泰坦的塔姆也被打掉了小半血，其他英雄更是血量减半。还好我及时掏出一个回复卷轴，才把英雄们的血量拉回安全线。3只猫妖释放技能后开始进入了虚弱状态，剑姬和锁子哥趁机一顿猛砍，3只猫妖齐齐倒在了地上，爆出了2个蓝色法球。见到这一幕，我也是眼前一亮，连忙点开法球一看，叮！恭喜你获得1级恢复增益卷轴，恭喜你获得了棋子1级智能化卷轴。我看着新出现的智能化卷轴，内心狂喜，有了这个卷轴，就可以让棋子拥有智能，大军团作战时就可以化身成为英雄单位，指挥部队自动战斗。思考了2秒半，我决定把智能卷轴给予亚索使用。目前阶段他是队伍主 C， 生存续航能力较高，不容易阵亡。一阵金光闪过，亚索浑身一颤，对我说了声参见主人。我满意的点了点头，思索道：如今亚索和剑姬的攻速已经叠满，塔姆的泰坦也已经叠满，这些效果要明天才会归零，队伍的输出和抗性完全足够。那么猎杀时刻就要开始了。我带着大军在周围疯狂扫荡，击杀遇到的5只黑暗猫妖，可惜只爆了3个蓝色法球，便再无所获。正当我纳闷之时，忽然只觉自己浑身不寒而栗，我立马望向了森林深处，只见一双犹如写轮眼般的双眸出现在了森林深处。在看到这双巨大眼睛的一瞬间，我1秒钟都没有犹豫，直接使用出了低级速度增益卷轴，带着棋子们跑步。不用想，这头不知道是什么的怪物根本不是我现在能够挑战的。就在我亡命奔逃之际，那头怪物陡然发出一声震天咆哮，整片山林都随之剧烈震颤。显然那头怪物已然向着我逃窜的方向迅猛冲来。我勒个去的，这该不会又是个大 boss？ 在我不要命的逃跑下，终于是一头冲进了基地的范围。紧接着那巨兽的咆哮声在我的耳边响起，震得基地4周的光幕都微微发颤，仿佛那恐怖的怪物随时都会冲入基地里。与此同时，我终于有时间大致看了下那头紧追不舍的巨兽的模样，那是一头身躯庞大的令人胆寒的巨大猫妖，尽人力而起矗立在基地之外，头顶显示着几个大字：暗夜猫妖首领。我心中升起了一种紧迫感。那猫妖领主依旧不知疲倦地拍打着光幕，每一次撞击都伴随着一声震颤，声音在空气中回荡。但是有新手保护期的光幕庇护，任由猫妖不断的抓挠都无法靠近我一步。这下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我打算先回房间休息一晚，明天再做打算。第2天我开门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猫妖首领还是处于原地守住，我顿时头疼起来，总不能一直躲在基地里吧？等新手保护期一过，他还是没走，我不直接原地去世。想到这，我只能放手一搏，先提场上棋子质量。我点开了兵营商城，还是没有出天选福星塔姆，但好在出了一个普通塔姆兵营和一个亚索兵营。我看了一下自己的金币，算上今天系统发的10金币，我的金币总数一下就来到了43金币，实在不行，我先将亚索兵营升到2星，给自己多一点胜算。想到这，我一狠心直接将亚
亚索兵灵和塔姆兵灵都满了，加上原本的2个1星兵灵，刚好合成了2星亚索兵灵了。同时，原本召唤出来的5个亚索也都升到了2星，不但属性得到了提升，却更是直接回满。因为过了1天的原因，亚索浪人羁绊再次生效，身上都出现了护盾。我望向了外面的那头猫妖首领，想要跟他一决雌雄。可就在我准备派1个亚索去试一试伤害时，那头猫妖竟然停止了攻击，这让我满脸问号。不过我很快注意到，天忽然开始亮了，难不成他这么猛是因为晚上的属性加成？现在天亮，对方就稳了。我越想眼睛越亮，正要痛打落水狗，下一秒，一道阳光照射在猫妖领主身上时，对方身体竟然慢慢的在缩小。他不甘心的对着我咆哮了一声，随即立马转身就溜了。见到这一幕，我意识到自己的猜测很有可能是对的，立马指挥着自己的棋子直接杀了过去。这可是送上门的 BOSS， 哪能让他这么就跑了？猫妖首领见到我出来之后，立马停下了脚步，却又不敢上前，眼里充满了忌惮。我立马又化身祖安老哥疯狂嘲讽。仅过了2秒半之后，猫妖首领便忍受不了，杀意大盛向我冲来。我见状笑着退至众人身后，派出亚索上前抗第一波伤害。新的一天，亚索浪人羁绊重新刷新了护盾，刚好用来抗第一波伤害。猫妖首领见到有人竟敢向前，立马挥动锋利的爪子拍向亚索，顿时打出了123的伤害值。2星亚索基础血量是900，加上50%的护盾血量，可以看作1350。但在猫妖的爪子下，直接拍掉了亚索120多点血，这伤害比哥布林领主高了将近50点。也就是说，一个亚索最多可以扛10下攻击就会 GG。这一瞬间，亚索、塔姆和剑姬纷纷发动了攻击，一下直接打掉了猫妖首领500多点血，基本上每个棋子能够打出40到60左右的普通伤害。但毕竟对方是依旧跟众人鏖战在一起。与此同时，太阳完全出现，猫妖首领的体积也缩小了1倍。突然一声咆哮，仿佛要撕裂整个猫妖领主竟是要发动濒死一击，他周身电芒闪烁，仿若一头神秘的野兽。刹那间，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数十道碗口粗细的雷电裹挟着直直劈向我的棋子。关键时刻，我直接使用出了低级气血抬一抬棋子血线，避免被他直接带走。但饶是如此，我达到2星棋子都打掉了30%左右血量，而1星的剑姬原本就是半血，现在血量直接见底了。我去，这群秒技能还真是牛逼。不过好在我的棋子大部分都达到了2星，要不估计直接要全体拉闸。此时猫妖领主也像到了穷途末路，我指挥着亚索发动了技能斩钢闪，多个龙卷风叠加直接吹向猫妖领主，顿时在他身上出现了一道白色虚线。面对疾风吧！我明明福星天符开局，却被众人疯狂嘲笑。原来这个金铲求生空间每个人只有1条命，战败即要嗝屁。即便如此，我也丝毫不慌，只因耳边传来了福星系统的声音：叮，您的金手指已到账，请注意查收。面对疾风吧！猫妖领主在我棋子的围攻下总算倒在了地上，同时爆出了3个白色法球、2个蓝色法球和1个金色法球。看着6个法球和1个金色卷轴，我喜上眉梢，立马点开2个蓝色法球，想要开出低级恢复增益卷轴补体一下。恭喜你获得低级防御增益卷轴，恭喜你获得低级战争鼓舞卷轴。看这2个卷轴，我顿感失望，不过也没关系，等会去聊天频道交易一波。但能够恢复棋子气血的卷轴，估计价格不菲。因为这个福星版本并没有太多回血手段，所以我推测回血的卷轴价格要贵不少。想到这，我将目光锁定在了那颗金色法球之上，搓了搓手，大喊一声：系统，我愿意用粉丝10年寿命换一个金铲铲或者金蝈蝈。点击了金色法球，叮，恭喜你获得高级气血恢复增益卷轴2，恭喜你获得金币加10。看着这2个奖励，我整个人都沉默了。好吧，看来粉丝都长命百岁。看着又开出了钱，我一脸的生无可恋。这种概率游戏对飞球真的一点都不友好，要不是自己是个挂逼，都不一定能够活过3天。不知道高级恢复卷轴能够恢复多少血？我点开了介绍看了起来，高级气血恢复增益卷轴随机给20名妻子恢复35%的气血，相同羁绊的优先。我去，直接给20个妻子加血，不愧是金色法球才能开出来的东西，果然靠谱。看着自己的金币达到了43之后，我想了想，决定再召唤3个剑姬。剑姬的技能会进入一种防御姿态，持续1.5秒，期间免疫伤害和敌人的技能效果。同时，在他离开这个姿态时会进行回击，对1名附近的敌人造成200个魔法伤害，并使其眩晕1秒。让人难受的是，购买之后的棋子不能再卖回商场。不过我也能理解，否则一看棋子没血，卖掉再重新买回来就又满血，这不等于卡 bug？显然系统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看着还剩下的3个白色法球，我随手就点开了。恭喜你获得插板10个，恭喜你获得插座3个，恭喜你获得矿泉水饰品。我原本没指望能够开出好东西，可在看到插座的时候，整个人顿时来了精神，因为我近来可是开出了不少的家电，可苦于没有插座插电，现在竟然直接开出了3个插座，我立马兴奋了起来。有了电，微波炉、热水壶和空调都能够使用了，自己也终于能够吃上热食了。吃完加了卤鸡蛋和火腿肠之后的康帅博老坛酸菜牛肉面之后，我满足的拍了拍肚子，带着一群妻子去外面杀怪。想要生活过得去，还得头上带点啊，不是，还得多杀怪爆资源。就是不知道今天会出现什么怪物。我排兵布阵了之后，走在队伍的后面，开始在森林里扫荡了起来。很快我就发现了不远处出现了一群怪物，而且其中还出现了新的怪物。眼前出现了2只哥布林、2只猫妖，还有一头体型魁梧、身高接近2米的牛头怪。我推测这次新的牛头怪怪物应该是偏肉一点，伤害应该不怎么高。我大手一挥，给我上！我的棋子们顿时井然有序，
朝着这几头怪物汹涌而去。但让我诧异的是，这牛头怪一拳竟然就锤掉了一头没穿装备的塔姆50多点血，这伤害都接近哥布林领主。尼玛，这怪物的提升速度远比自己想象的要恐怖。我暗自称奇，不过好在经过早上的战斗，装备了泰坦的坚决的塔姆层数和决斗宗师羁绊增幅的攻速层数都叠满了，而且哥布林的伤害对于2星塔姆来说就是刮痧了。每次一木棍只锤出了不到10点血，也不至于有什么意外。我也可以放心的点开了聊天界面，看看有没有愿意交易气血恢复增益卷轴。我刚刚点开聊天界面就看到了他们的对话，有吐槽牛头怪伤害和防御的，也有合成了2星妻子炫耀的，我都没有理会，直接发送了求购血恢复增益卷轴的消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实力，我并没有将自己的物品公布出来，否则肯定会被那些老六盯上。不理会那些杂七杂八的消息，挑选了一个私信点开，此人名为阿坤，他对我说道：“大王，我有一个气血恢复增益卷轴，好奇特的名字，该不会就是那位巴巴达人吧？你想要什么？只要我有就可以跟你换。”我想要一条粑粑。俺们烧我扔粑粑，我拿粑粑做蛋汤；烧我扔粑粑，我拿粑粑做砒霜。阳光彩虹小粑粑，哦哦哦哦哦。兄弟，咱们是做交易，不是让你发癫。你要是没有诚意，那就算了。等等，兄弟！聊天界面对面的阿坤顿时叫住我，外加一个塔姆冰银碎片和你换食物和水。你应该也知道，气血恢复增益卷轴的价值远高于其他卷轴。我额外要一件矿泉水没问题。我语气坚定地说道，至多10瓶，不然免谈。一般情况下，人在不吃饭只喝水的状态下，大约可以存活3周左右。人不喝水通常只能存活3天左右。水源比食物更加重要，否则对方就不会强调要水了。行吧，阿坤终究还是妥协了，因为其他人一听要水都直接拒绝了他，只答应给他食物。显然，这个世上聪明的人不少知道水的重要性。我又陆陆续续交换了3个低级气血恢复增益卷轴。就在我交易这回，怪物已经全部被杀了，掉落了2个白色法球，一个蓝色法球，但自己棋子的血量都只掉了5%左右，还算不错。我美滋滋的将法球都收进背包，等着晚上一起连开。因为有了4个低级气血恢复增益卷轴的原因，我也不担心自己这边会折损棋子，直接开始了扫荡模式。扫荡一段时间后，我看着头顶的太阳，忍不住说了一声：“尼玛，这鬼天气还是有点热。”走了不少的路，虽然没有大汗淋漓，可我身上也出了不少的汗水。接近3天没洗澡了，我也有点受不了自己身上的汗臭味。那条河应该还在吧？我想起守天杀河蟹的时候，就看到了一条河。我依稀记得河水还挺清澈，自己不能喝河水，在河里洗个澡总没问题吧？想到这，我朝着小河的方向一路杀了过去。因为之前做好了标记，加上这几天转了不少圈，我对这一片还算是有些熟悉了。一坤时候，一条小河出现在了我的眼前，看着清澈的河水，我丝毫没有在意河水脏不脏，很快就将衣服丢掉，然后直接朝着小河跳了下去。因为河水能见度挺高，应该有1米左右的深度，跳下去不至于撞到河底。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砰的一声巨响，我一屁屁像是坐在了一块坚硬的钢板之上，立马传来了剧烈的疼痛。只是我还没张口喊痛，就听到身后不远处传来了一道交互声。我明明福星天湖开局，却被众人疯狂嘲笑。原来这个金铲求生空间每个人只有1条命，战败即要得屁。即便如此，我也丝毫不慌。只因耳边传来了福星系统的声音：“丁，您的金手指已到账，请注意查收。”我顿时吓了一大跳，望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柳如烟同样揉着疼痛不已的屁股，大眼睛因为疼痛都浮现了泪水，显然也是和我一样的遭遇。柳如烟的余光忽然看到了不远处的我，小脸先是愣了一下，啊的一下大叫了出来：“完了完了，我不干净了！”紧接着柳如烟捂着脸转身就跑了。看着捂着脸逃跑的柳如烟，我突然想到，前2天都没遇到过一个人，没想到今天竟然能碰上。我摸着下巴露出了思索的神色，先不管了，在天黑之前赶回到了基地中，查看了一下收获，一共获得了58个白色法球，12个蓝色法球，然后将58个白色法球一口气全开了。恭喜你获得菲奥娜冰银碎片，恭喜你获得塔姆冰银碎片，恭喜你获得螺蛳粉10个，恭喜你获得敲钟牛套装。随着58个白色法球全部点开，这种感觉简直不要太爽。紧接着我又将剩下的蓝色法球都点开，获得了8个卷轴，其中2个是低级气血恢复增益卷轴，还有的是一个拆卸器、一个装备重铸器以及2个巨人腰带。看着12个蓝色法球只爆出了2个装备，还是巨人腰带，我忍不住吐槽了一句：这装备爆率是真的低啊！不过看着塔姆冰银碎片有7个，亚索冰银碎片有5个，菲奥娜冰银碎片有3个，其他自己不要的碎片加起来都有30多个。我决定这些冰银碎片都拿去兑换成自己需要的。由于亚索和塔姆想要升到3星冰银需要3个2星冰银，一共要消耗90个冰银碎片，我还是计划先升剑姬冰银到2星。在聊天频道一阵交易后，我顺利升级完了剑姬冰银，所有的剑姬也都达到了2星，并补满了血。同时我又建立了一座2星塔姆冰银和一座1星的亚索冰银。只是可惜的是，今天自己并没有找到 BOSS， 否则肯定又能够爆出金色法球。这第3个金色法球应该能够给自己出个金铲铲或者金锅锅了吧？想到这，我忽然灵光一闪，要是自己今天晚上再出去，会不会同样遇到 BOSS？ 到时自己再按昨晚一样的套路，岂不是又能够干掉 BOSS？ 如果真的能这么干，自己在新手保护期这段时间，完全可以每天都能够干掉 BOSS， 获得金色法球。我就不信10个金色法球开不出一个金铲铲或者金锅锅，就是不知道晚上的牛头 BOSS 伤害有多高。想到这，我直接带着自己的棋子们再次出了门，外面依旧漆黑一片。走了没多远，3头牛头怪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视野当中。不出所料，
这3头牛头怪和白天不同，一看就知道防御力和攻击力得到了不少的提升，但一想到对方掉落的至少都是蓝色法球，我也就咬咬牙，使用了一个低级防御和力量卷轴为棋子增幅能力。随着我一声令下，我的棋子们纷纷杀向了那3头牛头怪。3头牛头怪见状，同样挥舞着巨大的斧头杀了过来。-68、-64、-68，3头牛头怪的伤害竟然比白天高了10多点，这都接近了猫妖 BOSS。不过使用了力量卷轴的亚索和剑姬同样输出了不差的伤害。由于白天已经将攻速叠满，再配合力量卷轴和全员2星的质量，我倒是没有什么困难。就这样，我仔细控制棋子每个技能的简介，不到2分半的时间就解决了这3头牛头怪。看着掉落的3个蓝色法球，我快速的收了起来。转眼夜更深了，这都干掉了12头怪 ，BOSS 还不出来吗？我抱住了自己的手臂，还是准备回去算了。夜晚的 BOSS 根本不是现在的我能够战胜，哪怕爆率但风险太大了。咚！忽然一道像是洪荒猛兽的心跳声响起在森林之中，如同沉闷的战鼓敲击在我的心头。我的身体瞬间紧绷起来，根本没有任何犹豫，我直接朝着自己基地的方向拼命跑去。不用想，能够发出这样的心跳声，肯定是领主级别的存在。只是在我跑回基地里面的时候，发现并没有什么怪物追出来，这让我有些诧异。难道对方知道基地能够阻挡他伤害自己？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毕竟好不容易发现的套路结果不能用。这时，一道巨大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视野当中，那是一头巨大的牛头怪体型，比昨晚的猫妖更加巨大，矗立在不远处，强大的压力感哪怕隔着光幕都让我有些窒息，感觉一斧子就能把我抬走。不过好在 BOSS 终于出来了，只要自己能够将对方拖到天亮时属性被削弱，说不定就有机会杀了对方。我鼓起勇气朝着对方勾了勾手指，致敬着某个名场面。可让我没想到的是，那巨大的牛头怪领主像是没有看见我的挑衅一样，竟然转身走了。我见状立马再次挑衅道：“这么能忍，你丫的是属缩头乌龟的吗？”听到这句话，牛头怪领主身形停顿了下来，竟然头也不回的继续走了，似乎不想理会我。我去，这畜生智商变高了这么多吗？那我可要出绝招了！随即直接掏出了刚才开出敲钟牛套装，咚咚咚，那精神污染瞬间扩散开来，数不尽的咚咚咚声朝着牛头怪离去的方向传导过去。你别说，这种感觉还真别说，老子就不信这样的挑衅手段，你丫的都不生气！我露出了龙王般邪魅狂狷的笑容，手持敲钟套装，我疯狂的咚咚咚。牛头怪领主再次停下了身形，我看着牛头怪领主停了下来，疯狂的敲着。牛头领主终于忍不住了，直接扬起手中的巨斧，对着我所在的方向狠狠一斧攻去，迸发出了一道凌厉的锋刃。我见状立马退回到了光幕之内，那恐怖的锋刃轰然撞击在了光幕之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剧烈声响。处于新手保护期庇护下的光幕，此刻宛如坚不可摧的神之防御者，将锋刃的冲击力悉数化解。还好有新手保护期，否则自己可不敢这么作死。我躲在光幕之后，看着那强大的一击，心脏依旧砰砰狂跳，目光透过光幕，死死地盯着光幕外那因愤怒而寂静电。我反而更加兴奋了起来。来吧，小牛牛，小爷就站在这里，有种就来揍我呀！我就是想要彻底激怒对方，将对方拖到明天早上，然后围而杀之。牛头怪首领的确受不了这样的挑衅，巨大的身影犹如瞬移一般出现在了光幕之前，那对猩红的大眼中燃起的熊熊怒火，仿佛要将我连同这光幕一同焚毁。紧接着，他高高举起巨斧，狠狠撞在光幕之上，整个基地都在颤抖。这牛头怪伤害竟然这么高，我忍不住又后退了脚。好在他突破不了系统光幕，只要等到明天早上，自己应该能够解决这家伙。我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望着不断进攻着的牛头怪领主，掏出一包华子缓缓地抽了起来，同时我也不忘给牛头怪领主上压力，持续口吐芬芳。就这样，我每次看到牛头怪要走的时候，就开始站出来发动嘲讽技能。转眼3坤时候，太阳光照在他的身上时，他的身躯也在慢慢萎靡变小。见到这一幕，我开始兴奋起来，终于熬到天亮了，现在轮到老子闪亮登场了。我明明福星天胡开局，却被众人疯狂嘲笑。原来这个金铲求生空间每个人只有一条命，战败即要得屁。即便如此，我也丝毫不慌，只因耳边传来了福星系统的声音：叮，您的金手指已到账，请注意查收。我兴奋地搓了搓手，但并没有立马就进攻，因为牛头怪领主的实力还没有完全被削弱。趁着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下的金币，昨天剩下的40枚，加上今天系统给的10金币和4金币的利息，我的金币终于突破了50金币的大关，来到了54金币。我看了一眼今天的兵营，发现并没有自己想要的，决定继续存着吃利息。只不过2级基地升到3级基地需要20金币，这让我有些难受。好在自己爆率够高，能够兑换不少需要的兵营碎片。现在全员2星还够用，我没有节省卷轴，我直接将其他增益卷轴全部使用了出去。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个道理我是懂的。我又看了一下自己剩下的3个散装，都是巨人腰带。思考了一下之后，我决定合成狂徒铠甲，提升下塔姆的血量。叮，恭喜！合成狂徒铠甲，生命上限加6%，获得12%生命值上限加成。合成之后，我直接将狂徒铠甲给了穿戴了泰坦坚决的塔姆身上，这让原本拥有1170点血的塔姆血量直接来到了1982，再配上低级战争鼓舞卷轴的效果，血量直接来到了2100点血，突破了2000大关。新的一天，泰坦的坚决和决斗宗师的层数归0，可亚索的盾也刷新了。在我思考之际，牛头怪领主的彻底恢复了正常大小，我已经做好了万全之策，我直接指挥着自己的棋子们纷纷杀向了牛头怪领主。牛头怪领主见状大声怒吼，提着手中的巨斧就攻向了塔姆，恐怖的力量直接锤出106点伤害，同时塔姆附近的剑姬和亚索身上也浮现出了53的伤害。我去，伤害破100不说，竟然还附带50%的建设伤害，真尼玛的牛逼！在棋子一顿围攻下，很快牛头怪领主的血量就见底。可就在我以为稳了的时候，牛头怪领主忽然怒吼一声，声音震天动地。只见他疯狂地挥动战斧，每一次挥舞都裹挟着呼呼风声，似要将周围的空气撕裂，仿佛被注入了某种狂暴。
在这力量下，四周所有棋子的血量顿时狂掉，吓得我立马将剩下的2个气血恢复增益卷轴全部使用，这才让我棋子的血量都保持在了50%的左右。抗住了这一波之后，这头牛头怪首领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溅起了无数尘土，同时4个白色法球、4个蓝色法球，还有2个金色法球掉落在了地上。看着爆出了2个金色法球，我顿时兴奋地大叫了起来，自己终于当一回欧皇出了双黄蛋。将4个白色法球、4个蓝色法球还有2个金色法球全部收好之后，我立马回到自己的基地当中，掏出2个金色法球，祈祷一声后将2个金色法球一同开启。叮，恭喜你获得棋子高级智能化卷轴金币加5，恭喜你获得盛装锻造器金币加8。看着2个金色法球开出来的东西，我嘴角一抽，脑海想到了一个词：刻不改命。自己哪怕是挂逼都改变不了自己是非球的命。索然无味的点开了2个新物品的介绍，棋子高级智能化卷轴能够让你的一个棋子产生高级智慧，能够自主外出作战、加血、拾取战利品法球，甚至排兵布阵。看着棋子高级智能化卷轴的介绍，我顿时瞪大了眼睛，这岂不是说自己完全可以躺在基地睡觉，让其中一个棋子自己带着棋子们外出杀鬼？这个真不错啊！紧接着，我又将目光放在了盛装锻造器上。盛装锻造器使用后能够提供4件成品装备供选择，在装备掉落率这么低的情况下，这东西对自己来说也算是锦上添花。我自我安慰了一句之后，直接点击了使用，顿时4个成品装备出现在我的面前。这4个装备分别是狂徒铠甲、斯特拉克的挑战护手、坚定之心和救赎。狂徒铠甲生命上限加6%，获得12%生命值上限加成；斯特拉克的挑战护手生命水分加150%，攻击力加15%，只有60%生命值10%，使生命值上限提升25%，并提供30%攻击力。坚定之心生命上限加2%，护甲加20%，暴击率加20%，获得8%的伤害能力。再高于50%生命值时，转而获得15%的伤害减。救赎加15法力值加150生命上限。进入战斗状态后，每步5米，携带者为附近5厘米之人散发出一个光环，补充他们18%的已损失生命值。受光环影响的友军们还会降低所受到来自群体目标技能和攻击的25%伤害，持续5秒。看了一下4个装备的介绍之后，我首先排除了狂徒铠甲，其次便是坚定之心。游戏里本来就弱，到这里了也不咋地。在这个无法每天自动回血的求生空间，能够恢复队友气血的装备显然更重要。还有一个斯特拉克的挑战护手，效果好像直接改了不少，只要血量维持在60%时，就能使棋子生命值上限提升25%，并提供30%攻击力，其中没有时间限制，算得上是强力装备了。但我后来还是选择了有改动的救赎。在游戏中，救赎的效果只能让1格之类的棋子获得其装备效果，但这里能够让5名棋子获得其装备效果。如果自己让佩戴了汲取剑的亚索穿戴的话，亚索自身就能够利用汲取剑的吸血效果回血，还能够让附近的5个抗在前面的塔姆回血，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自己的恢复压力。哪怕只是进入战斗状态后才能够回血，可是还是有可能节省不少的气血回复增益卷轴。在我想好之后，直接选择了救赎这件装备。叮，恭喜你获得装备救赎，然后直接给亚索佩戴上。然而我又陷入了犹豫，我在想棋子高级智能化卷轴该给哪个棋子使用。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棋子高级智能化卷轴属于消耗品，用完之后就没了。犹豫之后，我决定给塔姆使用，毕竟自己主要玩的是福星羁绊，塔姆肯定是要在的，亚索不一定在。要是之后兵营格子不够的话，肯定是优先出售他们这些低费兵营。在这里虽然棋子无法出售，但兵营却可以，价格和购买的价格一样，就是不知道2费以上的兵营要多少钱。合成2星2费的兵营卖掉之后，会不会和游戏一样亏损一尽？恭喜你使用棋子高级智能化卷轴成功，塔姆获得高级智慧。只见塔姆身上金光一闪，原本呆滞的眼神忽然神采奕奕了起来，显然充满了人性化。紧接着塔姆低沉沙哑的声音响起，对着我恭敬地说道：塔姆见过主人。对于棋子的忠诚度我是毫不担心的，否则要是棋子都能叛变，自己干脆别玩了。没有多想，我看着塔姆叮嘱道：今天其他棋子就交给你了，出去杀怪务必要小心，不要折损其他兄弟姐妹。请主人放心，塔姆必将完成任务，将那些觊觎家园的邪恶怪物全部消灭。说完转身带着棋子们踏上了狩猎的征程。我明明福星天湖开局，却被众人疯狂嘲笑。原来这个金铲求生空间每个人只有一条命，战败即要嗝屁。即便如此，我也丝毫不慌，只因耳边传来了福星系统的声音：叮，您的金手指已到账，请注意查收。由于是首次让棋子自主出击，我放心不下，还是决定跟过来看看。走了没多远，很快几头怪物便出现在了我的视野当中，其中有1头哥布林、2头猫妖、1头普通牛头怪，还有一个新的怪物出现在了牛头怪身后。新怪物的种族依旧是哥布林，只不过这头哥布林手拿法杖，身体周围有淡淡的火焰环绕。我看了一下这头哥布林头顶火焰哥布林，看样子应该能够使用魔法攻击了。不管了，先试试看塔姆1号的智商，再看看这火焰哥布林伤害高不高。要是比较简单的话，自己就可以放心回去睡觉。我思考一番后，对着塔姆说道：接下来就交给你了。好的，主人。塔姆点了点头，随即望向了那群怪物，快速地对棋子们下达指令：亚索，你站在我旁边，我们主要抗伤害，剑姬在后面负责控制。不一会，许多棋子纷纷按照塔姆的口令站好了位置，一个个杀向了怪物。看着这一幕，我顿时放下了心来，因为这站位还有指令都和自己想的一样。现在主要看火焰哥布林的伤害。很快两方人马立马战斗在了一起。火焰哥布林的蓝条并没有，所以没有使用出技能，站在远处使用普通攻击，扔出的火球伤害也不足。
低，只输出30左右的伤害，但从对方群一下就涨了10%的蓝量来看，只要10下攻击就会回满能量。想到这，我刚想下命令让剑姬去切后排，但塔姆也同时下达了这个命令，这让我彻底放下了心来。有了救赎的原因，亚索又能够吸血，塔姆和前者的血量都能够保持健康的状态。不过在剑姬的攻击下，火焰哥布林挨揍也会增加蓝量，虽然他的血量一下少了1/3，但蓝量也充满了，立马发动了技能。只见火焰哥布林全身闪烁的火焰疯狂涌动了起来，转瞬之间，3道汹涌澎湃的火焰龙卷风拔地而起，剑姬身上顿时浮现了88的伤害，血量直接被揍掉了1/10，同时亚索也掉了1/10左右的血量。因为在救赎光环之下，塔姆还会降低所受的来自群体目标技能和攻击的25%伤害，血条直接像没动一样。就这样，在剑姬的围攻下，这头伤害高却脆皮的怪物顿时倒在了地上，爆出了一个蓝色法球。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塔姆竟然故意留下了一个攻击力很弱的哥布林，然后主动让其攻击亚索。就在我疑惑之际，看到亚索身上的救赎光芒闪烁之后，塔姆和剑姬的血量立马恢复了不少。我眼睛一亮，顿时明白了塔姆的意图，那就是利用伤害很低的哥布林来维持战斗状态，保持救赎技能的效果，这样就能够让所有棋子都回不少的血。我去，这就是高级智慧吗？竟然比人还聪明！见到这一幕，我倍感欣慰，庆幸自己开出了高级智慧卷轴和救赎。接下来我就将指挥权全部交给了塔姆，自己便回到基地去了。与此同时，2道身影鬼鬼祟祟地摸到了柳如烟基地附近，他们身后跟着不少的棋子。你确定看到了漂亮的妹子？一个黄毛露出了疑惑的神色。包真的。另外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一脸淫邪地说道。那天我还看到了那个妹妹光着身子奔跑，要不是对方的棋子质量比较高，还凑齐了3国羁绊，我一个人就动手。那事先说好我们1人1天的来，资源咱们也平分。黄毛闻言露出了兴奋的光芒，没问题，到时候嘿嘿嘿。2人发出了猥琐的笑声。这时前方忽然出现了战斗的声音，西装男立马伸手让所有棋子都停下来，然后慢慢摸索了过去。此时柳如烟正坐在一旁的石头上，心不在焉地想着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柳如烟身后响起了一道声音，柳如烟先是吓了一大跳，整个人都从石头上蹦了起来，一脸欣喜地转身说道：“是你吗，呱呱？”可在看到是一个长相猥琐的黄毛之后，柳如烟脸色顿时大变，立马转身就想跑。可就在柳如烟转身的时候，一个西装挡住了他的去路，露出一抹坏笑地看着他：“你们想干什么？”柳如烟惊恐瞪大双眼，眼中满是无助与害怕。当然是你懂。嘿嘿嘿，黄毛一边说着，一边将目光肆无忌惮地投在柳如烟身上，眼神中满是炽热，仿佛要将她生吞活剥一般。柳如烟见状吓得连连后退，身体也颤抖得愈发厉害，眼眶中已然有泪花在流转。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归顺我，我们还可能会怜香惜玉。要是负隅顽抗的话，西装男一边说着一边逼近，眼神里透着凶狠与贪婪，死死地盯着柳如烟，否则我们保不准会让你吃点苦头。就是只要你听话，我们3个联盟之后肯定能够扫荡这一片，到时候帮你找更多的姐妹。黄毛也慢慢逼近，眼中毫不掩饰着凶光。就在这个时候，一群由塔姆带队的棋子出现在了柳如烟3人面前，其中领头的塔姆望向了柳如烟3人，看着不少棋子出现，西装男和黄毛同样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在不知道是敌是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阁下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谈？西装男警惕地望向塔姆一行棋子的身后，开口说道。只是等了几分钟，依旧没有身影出现，这让西装男和黄毛互相看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睛里疑惑的警惕。难不成是他？柳如烟同样眼睛一亮，露出了希冀之色。那天他好像的确看到了在河边的塔姆，这是要英雄救美了吗？柳如烟一脸激动和期待，内心甚至还有点小甜，竟然来了个英雄救美。柳如烟忽然感觉自己幸福起来，只是对方为什么不出来？然而此时的我正在呼呼大睡，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走吧，塔姆不想多管闲事。我去，这癞蛤蟆竟然会说话！看着塔姆竟然开口说话，而且还会指挥其他棋子，黄毛整个人都惊呆了。他竟然看到了那个为首的塔姆，眼神闪过一抹凶光，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还有野生塔姆？他有些忌惮，咱们还是不要他招惹为好。黄毛想起刚才塔姆眼中的凶光，他还是决定低调一点。听着对方一口一个癞蛤蟆，塔姆气得火冒三丈，自己堂堂河流之王竟然被对方说成癞蛤蟆，要不是自己无法对玩家动手，而且有任务在身，自己非得将对方揍成猪头。想到这里，塔姆还是带队走了。看着塔姆竟然走了，柳如烟整个人都愣住了。自己想象的英雄救美就这么没了？还是说这些棋子根本不是那天那个人的棋子？因为他也听到了刚才塔姆发号施令，结，小妹妹，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吧。看着塔姆，一群棋子准备走了，黄毛顿时发出了狞笑。就在这个时候，拥有低级智慧的亚索望向了柳如烟。我明明福星天湖开局，却被众人疯狂嘲笑。原来这个金铲求生空间每个人只有1条命，战败即要嗝屁。即便如此，我也丝毫不慌。只因耳边传来了福星系统的声音：丁，您的金手指已到账，请注意查收。这时亚索突然望向了柳如烟，皱着眉头说道：“主人好像见过那个女人。”由于之前塔姆没有开启高级智慧，并不知情，亚索小声的在塔姆耳边将那天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什么主人和那女玩家都坦诚相见？塔姆震惊了。作为一个高智商的棋子，他明白这问题可就大了。根据人类社会的惯例，这女玩家岂不是自己未来的主母？不行，我得向主人请示一下。可是没有手机怎么办？这时一旁边的剑姬掏出了他的手机借给塔姆。塔姆惊讶的看着剑姬，换手机了，挺贵吧？不贵，转转的2手手机还挺划算的。我这 iPhone 13 Pro Max 只要2900，比新机便宜了2000，看着挺新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而且转转不止有手机 ，iPad Pro 也只要3300多，买靠谱的2手我推荐转转。说完，塔姆便通起了电话。可是我睡得太死，怎么也吵不醒我。
不行，不能再等了。塔姆神情严肃说道：“这很有可能是咱们未来主母，我们可不能袖手旁观。兄弟们，我们上！”此时塔姆望向了黄毛，眼冒红光：“就你这黄毛，说老子堂堂河流之主是癞蛤蟆！”大手一挥说道：“给我将这两货的棋子干掉！”得到命令，亚索和剑姬纷纷杀向了黄毛和西装男的棋子。其中黄毛阵容强度不高，分别是卡牌师傅、盖伦和皎月女神，而西装男的棋子则是比较完整，分别是猴子、狗头和盖伦，凑齐了2天神和2重装战士，可以说是性价极高的搭配。只不过都是异性的，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是挂逼，普通人的掉落率低的可怜。黄毛见状喊道：“还真当老子怕了你这赖哥宝！杀了这货，说不定能爆出不少好东西。”西装男也指挥着自己的棋子开始反击。柳如烟见到塔姆竟然帮自己，自然不会坐以待毙，立马指挥着自己的棋子上去帮忙。当黄毛的塔姆舔在我这边塔姆身上的时候，只输出了20点左右的伤害，而我的塔姆反击一下竟舔出了60多的伤害。黄毛顿时惊呆了，我去，这怎么可能？难不成这赖哥宝达到了2星？当他看到剑姬和亚索输出的伤害都很高之后，黄毛心生恐惧。这才第4天，对方竟然全员2星，这到底是野生塔姆还是有人在背后操控？如果是有人在背后操控，这人未免也太强了吧？如果不是人在背后操控，这比今天刷新的怪物还要强大，这也太坑爹了吧！一个会说话的2星塔姆带着一群2星棋子，这比前几天他遇到的哥布林领主还要难杀吧？不一会儿，在我棋子的加入之下，黄毛和西装男的棋子都被揍得大惨，这让黄毛和西装男都升起了退缩的念头。这样下去，咱们肯定会被团灭。西装男看着自己的一个棋子阵亡之后，立马对着黄毛说道：“准备撤吧，咱们装备和棋子质量都不在一个档。”黄毛心有不甘，但也无可奈何的点头。看着佩戴福星转职的亚索，黄毛敏锐地感觉到这是玩家的队伍，因此黄毛和西装男都带着自己的棋子快速逃跑。看着对方撤退了，塔姆准备带着众人反抗。柳如烟对着塔姆身后的方向大声的喊道：“谢谢你救了我。”只是在看到迟迟没有人回答，他有些疑惑了起来。塔姆看出了柳如烟的疑惑，忍不住解释了一句：“别想了，我们主人在睡觉，在睡觉。”柳如烟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玩家睡觉，棋子自己清怪。不过看着塔姆那充满人性化的眼神时，柳如烟反应了过来，看来是这个塔姆救了自己，连忙说道：“谢谢你救了我，我推测你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未来主母，所以才救了你。要谢你就谢我们主人吧。”然而柳如烟这种恋爱脑，听到了其中4个字“未来主母”，整张脸顿时脸红了，脑海不断的回荡着未来主母这4个字，甚至连我们的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塔姆不知道柳如烟在想什么，于是问道：“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主人吗？”柳如烟立马说道：“我愿意。”塔姆一头雾水，但也没有多问，点了点头表示知道，随即便带着其他棋子继续开始了杀怪之旅。基地中我伸了个懒腰，显然睡够了，只不过看着时间还早，我点开了聊天界面，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消息。聊天群虽然人数只有1万人，可也足够我了解各种事情。从人数推测，我知道像这样的聊天群肯定不止一个，尤其从聊天群的群名金铲铲求生55号区群推测，自己所在的地方很有可能是55号区，但至于有多少个区域我也不清楚。一点开聊天界面，我就看到了大冤种发来的消息，呱呱哥已经有玩家相遇开战了，而且有个叫做傻斯 K 的人建了一个名为村子的组织，正在群里大肆招揽玩家。看着大冤种发来的消息，我不但没有皱起眉头，反而露出了兴奋的神色。之前我就在等人先开始组建联盟，自己再出手。想到这，我立马开始在群里收集了一下关于这个名为傻斯 K 的家伙信息。半个小时后，我了解到昨天的时候，这个名为傻斯 K 的玩家就在群里说了这件事。一开始不少人并不想听从他的安排，还要上交战利品，可在看到傻斯 K 将自己3个棋子全部2星阵容发到群里的时候，立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这低爆率的求生空间，能够全员2星，这足以证明了对方的实力。而且新手保护器一过，玩家是可以相互攻击的，因此不少人都愿意加入村子，哪怕每个星期都需要上交2个白色战利品法球换取庇护。到今天为止，加入村子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00，而且为了表示这些人是真诚加入，都需要提前上交1个白色法球。短短1天时间，这个名为傻斯 K 的玩家直接狂揽了300个白色法球。看完这些信息之后，我嘴角勾勒出一抹笑容，我直接联系了大冤种，让他发布了一条信息，同时这也是终极考验大冤种。可大冤种在看到我这条信息之后，整个人都亚麻呆住了。我让大冤种发的消息是：卡莫纳招收成员，只要实力足够强，每人每个星期补体1个白色发球，表现优异者还会奖励蓝色发球，但要签订忠诚条约。是的，我决定先说了。大冤种震惊之后满是不解，法球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来解决。可你要考虑清楚，你发了之后，你就要成为众矢之的，但副会长的位置永远是你，而且咱们主要招聘的是高端人才，一些实力弱的人就没必要。给你个标准，想要加入咱们卡莫纳，前提是得有一个兵营达到2星，且有一个成装的玩家，否则就没必要了。大冤种立马一腔热血的说道：“呱呱哥，这活我接了。”大冤种看着忽然热血起来，我一头雾水，这小子怎么忽然燃起来了？不过对方答应下来，那就通过了我的考核。对于自己人，我一向十分豪爽，直接给了大冤种1碗猪脚饭、1碗泡面、1碗螺蛳粉和5瓶水以及3个白色，并嘱咐他需要什么东西就和我说。谢谢呱呱哥。同时，大冤种也将消息直接发到了群里，顿时在聊天群掀起了惊涛骇浪。